我有幸在哥们儿的帮助下提前拿到了戴尔将要发布的游侠 G15-5520。我拿到的是定位中配的 i7-12700H 搭配 RTX 3060 Laptop， 模具与上一代5510相同，3维尺寸 35×27×2.5 厘米，重量 2.2 千克，外出再带上240瓦的扁平砖块电源，还要再加上 0.98 千克。设计上祖传的突出大屁股 ，A 面的三角形区域纹理点缀不会有很强的廉价感，但外壳强度稍差。B 面屏幕边框在游戏本行列里控制的中规中矩，下巴因为由边框和铰链两部分拼接而成，观感上会显得略宽。屏幕方面使用的是一块来自 LG 的 2K 240Hz IPS 雾面屏，型号是 LGD0690， 也就是21款外星人 X15上同款，各方面妥妥的顶级屏幕素质。不过想要在游戏里充分利用上 2K 240Hz 的刷新率，在这定位终端的配置上显然是不太现实的。或许在3070 Ti 的配置里能够期待一手。3060的游戏实测数据稍后会讲到，这块屏幕还是作为一个越级的特殊卖点，用习惯了144赫兹，依旧能够感受到日常使用的巨大流畅度提升。C 面顶部是一排进风口，开机键集成在了键盘区域右上角，做了明显的手感区分。全键盘的键帽字体本身有着橙色的半透明刻印，键盘背光灯同样也是单色的橙光，都与这系列 logo 颜色相对应。键盘键程较长，点按扎实稳固，手感不错。最底部一排键帽会比其他按键长度略长一些，因为在这一行里塞下了半高的方向键，但即便如此，方向键的大小依旧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。这个模具在左右方向键上方还分别布置2颗派指翻页键，把空间利用做到了极致，保证了键盘编辑区的完整性，但在日常使用中也比较容易发生误触。触摸板大小在15寸笔记本里中规中矩，整机经常会触摸到的 C 面外壳做工很不错，有着细腻丝滑的摩擦触感。接口方面，左侧是一个千兆网口 RMA 2合1以及充电指示灯，右侧为2个 USB 3.2， 背部依次是电源输入 HDMI 2.1、USB 3.2 以及雷电4协议的 Type-C 接口，同时给了3个 USB-A 3.2， 算得上是业内良心的存在了。更何况雷电4的使用场景十分广阔，万能接口名副其实。在当前还未完全普及的时期，多给几个 A 口同时保留雷电口是很明智的选择。聊完外观3维方面，紧接着转向5520的核心配置。CPU 是我们的新朋友英特尔 i7-12700H。 通过一览英特尔这次发布的8款移动端 H 系列参数表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12700H 是一众 CPU 中有着14和20线程的最低选择。无论是12代最大的不同大小和设计，还是3款都与最顶级的 i9 无数量上的差别，仅仅是在频率上动了刀子。这一代全新的架构 Alder Link、英特尔7工艺以及大小和设计都声称能够带来巨大的性能提升。我们先通过理论跑分来看看峰值性能下 12700H 的表现。对比的对象是上一代 i7-11800H， 祖传项目3的奔驰 R20 G15 的 12700H 可以跑到多核6968，单核666的分数。对比上一代多核4800，单核580，提升幅度达到了 31.1% 和 12.9%。R23 和 CPU Profile 同样有着相当可观的分数提升，全核测试阶段中可以锐频至 4.1G 赫兹，单核最高约 4.6G 赫兹。R20 中短暂的全核满负载运行 ，CPU 封装功耗可以飙到115瓦。G15 作为一台正统的游戏本，给的功耗还是非常足的，但这么高的功耗，机身能否长时间维持还得打个问号。后续的拆机散热部分再进行测试。显卡是我们的老朋友 RTX 3060 Laptop， 支持独显直连 Dynamic BOSS 的动态增强至130瓦，这些都是当前游戏本的标配了。在理论跑分 FSE 显卡分数中达到了10521的分数，在单独占满显卡时可以看到功耗达到了上限130瓦。测试期间 GPU 核心平均频率是1885兆赫兹，平均温59度。对比去年年中我们测试过的最高只能跑到125瓦的3060，分数有小幅度的提升。在了解实际游戏表现之前，我们先将机器拆开，把其他元件用料盘点一圈。拆解这台 G15 个人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，拧开底部的8颗十字螺丝，轻松取下后盖，就可以看到主板的背部了。没错，5520采用的依旧是上一代相同的主板倒装设计。想要取下风扇清灰的话，必须把整个主板完整的拆下来。好在基础的 SSD 内存位置都在主板的背面，要更换的话和常规主板操作相同。自带的 SSD 是一块来自海力士的 BC711 OEM 专用盘，走的是 PCIe 3.0 通道。这个数据表现可以算得上是 PCIe 3.0 的天花板水平了。4K 表现非常亮眼，缓存大小约在 18G， 缓内写入2400MB 每秒，缓外600MB 每秒。
读取全程贴着3000MB 每秒跑。不出意外，主板接口是支持 PCIe 4.0的，右侧也预留了一个扩展位。一番了解后才知道，在新机型上把这一扩展位给取消了。如果有考虑后续拓展的小伙伴，此处需要专门关注一下。内存为2根来自美光的 DDR5 8G， 频率4800兆赫兹，单面4颗粒设计。这也是我频道第一次出现 DDR5 内存条，读写速度对比 DDR4 有明显提升，但延迟较高还是目前行业都要面对的难题。网卡是统一分配，支持 WiFi 6的英特尔 AX201， 电池配备的容量是86瓦时，扬声器位于电池两侧，个人听感是声场广，低音较薄，比较适合人声突出的音乐。这里简单试听一下。接着拧下固定主板的所有螺丝和拆下尾部的屁股，将主板翻过来就可以看到 G15 被4根热管覆盖的核心区域了，其中2根贯穿处理器和显卡，另外2根分别单独覆盖。每个风扇在出风口两侧各有2片散热鳍片，这散热配置看似和上一代相同，而实则悄悄升级了风扇规格，声称有更大的出风量。那么能否顺利压住 12700H 和3060呢？官方宣传的 AWCC 外星人控制中心里有一个 G 模式，键盘上同样有快捷的开启按钮，开启后会将噪音不是风扇转速拉满，噪音在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并不是很尖锐的声音。以下所有数据均为 G 模式下测试得出。首先是能够直观反映 CPU 持续发挥的10轮森的奔驰 R20， 可以看到前2次都能维持在7000分附近，随后出现了明显的下跌，前2轮全程都是顶着115瓦 ，P 核 3.9G 赫兹 ，E 核 3.1G 赫兹，温度在第2轮末达到了97度。后续的8轮都是开始的前几秒飙到115瓦，随即迅速触碰到温度墙，降至90瓦，频率也降至 3.6G 赫兹和 2.8G 赫兹。在单考 FPU 10分钟里也能体现出这一调教情况。前1分15秒激进的拉满了115瓦，频率和 220 测试中相同。连续不间断的高压使得在1分05秒时达到了最高温101度，随即功耗稳定在90瓦 ，IA 功率83瓦，温度也降至85度附近。最终得出平均温度87度，平均封装功耗92瓦。RTX 3060在甜甜圈单考测试里能够全程稳定在127瓦、1890兆赫兹、61度附近，显卡的表现还是相当稳定的。10分钟双考后 ，C 面外壳温度方面，左侧顶部进风口有较明显的热量，但因为有持续的风量流动，热量并不会堆积，手经常触摸到的键盘区域不会有明显的热感。那么来到实际的游戏能有怎样的表现？网游方面，在 2K 最高画质也都能达到200帧以上，足以完整利用上这块24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，画面真的是丝般顺滑。我们主要看向能够压榨电脑性能的 3A 大作，1080P 预设高画质下，地平线5、古墓丽影暗影、远哭6都能达到平均100帧以上，在压力更大的地铁离去和荒野大镖客里能够达到平均60帧。2K 分辨率同画质下成绩如图。部分游戏里显卡频率全程稳定跑在1950兆赫兹，功率111瓦。从数据监控里也能明显的看到3060的 6G 显存在应对高画质选项时相当吃紧。习惯开极高画质游玩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显存可能会成为瓶颈，应该考虑一下3070 Ti 或降低画质游玩。这几个 3A 游戏的 2K 最高画质实测数据我也贴在这里了，方便大家与其他产品进行对比。在支持光追的地铁离去和古墓丽影暗影测试里采用的是 1080P 高画质，并开启 DLSS， 能达到60帧以上流畅游玩的水平。如果关闭 DLSS， 帧率会有明显的下降，毕竟这是定位终端的3060 Laptop， 想要开启光追的话，降低点特效或开启 DLSS 都是理所应当的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戴尔游侠 G15-5520 的上手测试，是时候总结一波了。5520最大的升级即是换上了英特尔12代新平台， CPU 的提升幅度令人满意，可见12代上的全新大小核设计、新架构、新工艺都是非常成功的。G15偏向激进的调教也使得 CPU 在前半段能够火力全开，新换上的 Alienware X15同款顶级屏幕也是无可挑剔了，240赫兹称得上是一个很强的卖点，日常操作浏览网页那真的是丝般顺滑，但想要在游戏里充分发挥，还得有更高的显卡规格。前代的优点，整机外壳的统一设计，富有高级感的外观，手感不错的键盘也都保持了下来。个人认为有待改进的是新款被砍掉的 M2 拓展位，作为一台15寸游戏本，拓展性不应该缺席。另外，这个方向键设计真的容易误触，
在游戏时不方便，写 Word 表格的时候按左右键会不小心误触上下翻页键，需要一段时间适应。参考5511的定价，这台2022款瞄准的人群是市场上最新的12代平台，预算没有太高，不希望有其他因素导致溢价，又想要可靠的一线大厂，拒绝傻大黑粗的设计与外观。另外240赫兹也可以给喜欢高刷的小伙伴一个比较平价的选择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